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呢，要给大家录的是 May Favorites 5月最爱。今天这个5月最爱，因为是迟到嘛，迟到了差不多快半个月了吧，所以我会变本加厉的还给你们。今天最爱内容很多，我们就开始今天视频吧。首先呢，第一个是 Jo Malone 他们家的这个 Hand Wash and Shower Gel， 那因为它比较贵，所以我从来没有把它洗手用，我都是洗身上，而且还不是每天都在洗，就有的时候需要出门啊，或者说心情没有特别好，我就会想用它。味道叫做牡丹与粉红麂皮，这味道有没有听起来就感觉很甜蜜的那种啊？那它其实是有淡淡的皮革味在里面，但我觉得如果你不说里面有那个皮革味道，我会有点闻不到那种，它是很 fresh 很清香的那种，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夏天吧。出来的那个泡沫啊也不是很多，像你怎么在身上搓，它可能不会像其他的 shower oil 或者 shower gel 那种出来很多泡沫在身上。我现在把它打开，就整个鼻子凑上去，它最重和第一个让你闻到味道是那种红苹果的味道，苹果味，然后呢它就会变成中间有一点点淡淡的那个牡丹香，就是花香的味道出来。等它洗完了，留在身上的味道就是剩下了花香跟就没有什么红苹果的味道，就剩下花香跟有一点点皮革的味道。但那个皮革的味道非常非常淡，我不知道你们对于皮革的那种香味啊是什么感觉。我知道有些人喜欢那种味道特别的重，就是闻起来很中性嘛。那这个其实就是当你洗完以后闻起来是很少女、很甜蜜的那种感觉吧。我这个放在我们家的那个浴室里，然后有一次小石头就用了，偷偷用的，我不让他用这个。但他偷偷用了，然后那天它整个出来就是一股花香，你知道吗？特别的浓郁那种味道。我喜欢它的地方吧，就是它这个香味还维持的蛮久。比如说我睡觉之前用，然后第二天起来呢，可以闻到身上有那个牡丹花的香味。我每次就是用过这个以后，然后再出门，我妈妈都会说你用的什么香水很好闻。那其实我都没有擦香水，就是它的味道而已，我就蛮喜欢它的。接下来呢，还是同家产品，还是 Jo Malone 他们家的一个香薰。这个香薰我是在 Sephora 当时打折的时候买的，我一下买了2支，这支的味道就是比较有名的 English Pear and Freesia。之前 Sephora 它没有 carry Jo Malone 嘛，然后现在有了以后，我就好想尝试它各种各样的味道，因为它寄过来就比较方便，而且你不用去店里就是大老远把这么重的东西给背回来。我很喜欢这一支香薰，它木头选择的样式跟质感吧，就那个粗度，我觉得看上去放在那边很有艺术气息。你们应该在我之前一些视频里有看到它在背景里出现，就它这个味道让整个家里都弥漫起来它的香味。那它的味道是英国梨和小苍兰，它就是又有果香和花香。我之前有查过什么叫做 English Pear， 什么叫英国梨，后来我查了一下他们是用那个非常什么饱满的梨吧，所以它那个香味会特别的清甜。个人觉得这个味道是属于比较含蓄一点的，就是不是说进门家里特别的香气浓浓的那种，比较含蓄比较典雅的那种。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也很好，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网上又订了一个新的，因为我朋友准备过生日嘛，我想说送他一个这个。你送香薰给朋友很好的一点就是，你到时候下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喜欢这个香味。如果他真的很喜欢，他一定会摆在客厅跟卧室。像我最喜欢的味道的香薰或者蜡烛什么的，都会放在我的化妆台上，或者是在我的卧室里。那我没有那么喜欢的味道，我就会摆在洗手间那种比较不起眼的角落。接下来我们进入护肤品环节。首先呢，这一支东西大家应该不太陌生，正面在这边是 Kate Somerville 涂痘痘的东西，它算作呢是一个 treatment， 用法就是把棉签放在里面，点在你脸上起的痘痘的地方，不管你痘痘是饱满还是刚刚长出来，我都觉得非常有效。因为我一下蹦了3颗痘痘出来，我觉得还蛮稀奇的。我比较不太长痘痘嘛，我是干皮，然后我就去买这个回来了，用过一次涂在痘痘上，然后第2天我发现它痘痘的状况是整个就扁下去了，不再是一颗凸出来的那种，感觉把里面的油分、脏东西什么的吸走了。上面有写说不要 shake， 千万不要摇它，你用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就好，因为它里面看上去是粉红色的，然后有一点点水和粉质那种分离的那种，就会让人有冲动会想把它摇一摇，摇匀嘛，但是千万不要摇。我觉得这个还蛮神奇的，效果什么的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月呢，我为什么会这个视频这么晚发，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去外面拍照嘛，拍了一整天，然后那天太阳很大很大，而且我没有涂防晒，我整个脸就是晒受伤、爆皮，加上阳光性过敏，就是那段时间皮肤很粗糙，毛孔也很大那种，用什么护肤品都很痛很痛很痛。然后这2个呢，是我觉得在我那么烂的状况下，很敏感很受伤的皮肤下，没有让我的脸刺激的东西吧。这个是雅漾他们家的一个晒后修复面膜，我已经快用完了，因为当时晒受伤的时候一直在用。可能你皮肤如果完好无损，然后
你用它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也就是宝宝湿那种效果吧，用什么东西都刺痛的不行，就那种好痛好痛好痛那种。然后是这个唯一我觉得是当时用下来很没有感觉的一个面膜。然后至于它有多强的修复能力，其实我很难讲，因为反正我当时晒受伤以后每天都在用它，用，一直到后面它就慢慢好的嘛。我现在整个皮肤状况就变得超好，因为当时脱皮了嘛，感觉是蜕了一层皮以后。现在皮肤很嫩啊，总之呢，我就觉得这个面膜吧，我当时用起来是觉得暴晒过后皮肤那个干涸的状态，整个就是补水补得很严重，完全不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那一阵子晒伤我唯一可以用的一个护肤品吧，是 Orbis 的这一支 lotion。那在受伤的情况下呢，这一支不会有它那么的毫无感觉，相比我当时所用的所有其他的 toner 来讲，它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刺激的了。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质地，不是说像清水一样会有一点点粘稠的。它里面的状况是那种不是完全那种清爽的水状，但是非常快就能够被皮肤吸收啊。我那一阵子也是用它来涂脸呐，或者是晚上湿敷啊之类的。对于我干皮来讲吧，在夏天用它是蛮滋润、蛮补水的。在脸上被吸收以后呢，就是会觉得脸上皮肤嫩嫩的。我觉得它的使用感觉其实和那个 Erno Lasso 他们家的蛋白水有一点点像。那这个是比较平价，这一支精华水也是这个月我一直在用的，然后也是 Orbis 品牌他们和他们家的一些比较有名的那个什么防晒啊一起寄过来的，其中好几样产品里面我最喜欢用的最多的也是这一支。今天视频里保养品的最后一样呢是这一支 Sarah Chapman 的 Skin Assist Overnight Facial， 就是一个 serum， 就是一个精华，你可以跟其他的精华还有什么之后再是乳液一起用，或者像我有的时候懒的时候，我只上一个就是这个月用的比较多的爽肤水，完了以后呢就直接用它了，就直接睡觉。它是那种淡淡的柠檬味，但是它是油状的，所以我不确定油皮的朋友会不会喜欢，特别是在夏天，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也太黏腻吧？但是我还蛮喜欢这个的。这个其实也不只是这个月啦，就是很早就开始用，但是我中间呢有停一阵子，后来又开始用起来。我当时用下来吧，我觉得最强的反应，特别是对干皮吧，就是你第二天起来后脸上会特别像蛋白一样，就是像煮好的鸡蛋那种。特别滑，而且很软很嫩。这一罐的盒子我觉得也很漂亮，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灰色啊，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压头的部分，就是很不一样吧，跟其他的保养品比起来。然后放在那边，我觉得是看上去很高级、很漂亮的一个东西。睡觉之前用嘛，第二天醒来吧，我是觉得用它一个就够了，就皮肤状况是看上去很。有光泽有水分，然后又是年轻啊，睡眠质量好的那种，你懂我意思吗？就皮肤状况第二天早上的确是看上去很好。这个味道我很喜欢，是那种柠檬的味道，我感觉很助眠。我自己也不是每天晚上都在用，就是有的时候会正常的我的一系列护肤，然后有的时候呢我就只用它。这支应该算我所有油类保养品里面比较喜欢的了。独角兽的眼泪系列的这个呢也是subscriber 给我推荐的吧，然后当时是冬天的时候他就给我推荐说这个是上去以后比较贴皮肤啊什么的，我是冬天的尾声，就是其实已经春天的时候才开始用它，然后一直用到现在。我本来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到夏天就没有那么好用，但我发现哇，它真的是很功能性很强，可以用到的地方特别多。对于护肤来讲，它是 antioxidant， 就是比较抗氧化，可以在你白天的时候对你的脸作为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或者你可以当做 daily moisturizer， 就是你平时的日霜。再或者呢，像我这样的干皮，我觉得夏天把它当做一个 primer 都 OK， 就是会让之后的妆容更加的持久吧。如果你是油皮比较保险，和我觉得这一罐东西最好用的办法就是把它和你其他的那个粉底液啊什么的混在一起用。哇，那粉底液会真的很贴，而且好亮啊，就是会掐出水那种。我觉得我现在底妆比之前又进步了，就是有加入这个东西在里面，不管你前面用什么妆前嘛，你还是可以把它和你的粉底液加在一起，就是更贴更持久，而且上脸的效果更细腻，感觉你是天生零毛孔啊什么的，很神奇。这个东西是 Made in USA，美国做的。我今天底妆也是，我没有用那个妆前，我只是用的它，然后呢，再是那个 Armani 的 Face Fabric， 用了一点点，那个东西真的是用一点点就好啊。然后再用了我等下跟大家聊的这个遮瑕，还有最后等会儿也要跟大家聊的一个定妆粉，就这样了。我现在妆已经迟了很久了啊，大概差不多7点钟化的妆吧，一直到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吧，就感觉跟刚化完妆一样，就是皮肤很嫩，质地很好，然后有点发亮的那种。今天也是第一次这样试用，就是学网上那些人滴在了高光的地方，然后用手这样子点开。我本来想说我当时已经定了妆嘛，放了定妆粉了，我想说用这种就是湿哒哒的东西会不会这边会有点搓泥或者起皮之类的啊？完全没有哎，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它就整个脸会看上去有点湿。我看看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效果。
OK， 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很湿的效果，就当时刚上的时候，就是看上去这两边很湿，很漂亮。这个月非常喜欢的眼下遮瑕是这个，很像宠物小精灵的那个球，有没有？他家他们家的 Under Light and Eye Treatment。我先讲它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要改善的地方 ，packaging 和它使用的方式比较不卫生，它就是这样子过来哦，里面也没有送什么小勺啊，给抠出来和拿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吧，我觉得这点是稍微有点那个啥，不太那么的卫生吧。我觉得它也是为了它这个比较新颖的 packaging 这样子一个球。你有看过这样子的 under eye 遮瑕或者是任何的遮瑕产品吗？没有啊？它很像一个粉底霜或者粉底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很厉害，是目前我用下来至少是2008年绝对我最喜欢的眼下遮瑕。为啥呢？是专门遮眼下的嘛 ，gel 那种质地，光看它这个罐子里的东西，你会觉得它应该是属于质地比较硬，没有什么水分那种。哦，不是哎，你放在手上，我平时都是用我的 ring finger 这样点一点点，这样一点点就好，太多的话比较难匀开。然后你只要一点点这样点在那个眼睛下面，也不要搓哦，就不要用这个手这样推，最好的办法就是点它整个就是感觉是陷到你的眼窝里了，然后成为你眼下的一部分，然后你眼睛这边顿时就一个是提亮了很多，然后二个就是这个边就是感觉有点饱满吧。我这边其实泪沟吧，是不是叫泪沟有点重的显老，它就是一放上去会让眼睛看上去很有精神，它那个质地的充盈感会让你的眼睛和它融为一体。我觉得这是很多其他的任何遮瑕都做不到的一点。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用到快要惊呼出来，就是很惊讶那个效果。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比较白的遮瑕效果的话，那不行，因为有很多遮瑕吧，我觉得就是特别是眼下或者说其他地方也好，就是总之会比你的皮肤比你当时用的粉底液会稍微白一点。你可以看到眼下，哎，一块白的，它就完全不会，它很自然。它一共有3个颜色，我买这支颜色叫 Moonlight， 它的那个颜色吧，就放在眼下是直接变成你眼下的一坨肉，融到你的眼睛下面了，你知道吗？哦，这个很奇特。强调的一点啊，就是说用法和用量真的要很少，少之又少。哪怕是你刚开始少用一点，你觉得不够，你再加也 OK。每点一次它就会融化一点，然后整个就是很贴的在下面。然后这个也是我基本上有的时候用它都不太定什么眼下的散粉之类的，以前我都一定会定的，没有皱纹，没有小细纹，然后让这一边啊会看起来很年轻很饱满。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眼睛看上去比较老的，你可以用它试试看。它没有任何的粉的感觉，或者说什么厚重之类的不自然，完全没有，它就是你皮肤的一部分。这个宠物小精灵球你们可以收一收，或者去店里试试吧啊！但是它价格稍微有点贵，是这么小盒60加币。因为颜色不够白嘛，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黑眼圈重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把你的那个黑眼圈给遮掉，可以先放一层它，然后再放一点点别的那种白一点的遮瑕也是 OK 的。另外一个遮瑕就是脸上的遮瑕了，这一个呢，我觉得它用在眼睛下面容易卡粉，这个是 Laura Mercier 的 Flawless Fusion Ultra Long Wear Concealer 那它用在脸上我是比较喜欢，遮盖在斑哪什么的地方。我这支颜色叫 EN， 就比较好像是最白的一个颜色吧，完全不假白，就是跟我上完粉底液以后的皮肤完全融合。然后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很薄很贴，就是你在用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黏腻的那种，所以说它会很贴在你要遮瑕的地方，很平坦吧，铺在那儿一天都不会动的那种。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根棒棒，水感方面还好，不是说特别的水，但它也完全不干。就是我在脸上吧，我从来没有觉得它跟我的任何粉底液合在一起会这一边明显就是有放过遮瑕，所以那个粉感会重一点、厚一点，不会，它就是很薄、很贴、很定的一层。对，这3个关键字吧，这个还不错，我觉得蛮推荐的。用在脸上很好，用在眼下的话，我试过，就是它会有细纹，时间久了以后。OK， 这个月呢有一个非常平价的眉笔想跟大家推荐，然后我觉得它是平价版的 Armani 这一支眉笔，我不知道你们用过没有 ？NYX 他们家的 Micro Brow Pencil 也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产品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现在才用这个，现在才去尝试它，真的好好用，而且价格也不贵，是14加币一根。颜色吧跟其他的眉笔比起来会稍微浅一点，所以其实你可以买的时候稍微去往深了挑。因为我当时第一支买回来就是我觉得哎呀好浅，但是我平时买其他的眉笔，我感觉我都是买的那种类似的颜色，但出来会比那个颜色深。里面呢一边是这样子的刷头，也是我比较喜欢它的地方。有些笔啊，比如说 Giorgio Armani 的这一支不是这个月最爱哦，不要混淆，就这一支就是价格会比较贵，然后它另外一边就它笔头还蛮好用的了，但是另外一边是这个样子，像梳子一样的。这种我就觉得
很不实用，因为它这个中间的齿啊，中间隔很多，所以我在梳它的时候就也没有碰到我的眉毛，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它的那个比出来的感觉还有效果跟这支 Armani 的我觉得是挺像的，所以我把这两支今天都拿出来作为 Armani 那支平价替代，比较没有那么的上色吧，所以你可以多画一点，然后稍微用点力气也没有关系。接下来一支我这个月基本每天都在用，快用爆了的腮红，我觉得好好看呐，是这一支 MAC 的 Melba， 我觉得这支颜色啊非常非常显白。我最近马上要出一个之前录的Get Ready With Me， 是我第一次用这支颜色，我当时就是用完了以后就好喜欢，你们之后可以从那支视频里看到我有多喜欢。然后这个月我就一直在用它。MAC 他们家的腮红啊，就是颜色选择真的很多，然后很好看。我后来喜欢到也送了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们俩都觉得跟 MAC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 Warm Soul 有一点点像。我把这两个放在手上给你们一起看，比较亮调的那种珊瑚色、蜜桃色，上脸很柔和吧，就好漂亮，就是整个人都很温柔。橘色会橘得很淡很淡很淡，主要属于那种蜜桃粉调的，里面没有任何的闪啊，就是整个是雾面色。这两个。一个呢是 MAC 的 Melba， 另外一个是 Warm Soul， 就给大家做个比较吧。其实 Warm Soul 是那种更加偏粉一点的，所以可能 Warm Soul 更适合白一点的皮肤吧。那如果你皮肤没有说那么白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应该会比较适合你。这个是 Warm Soul， 这个呢是 Melba。总之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如果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腮红的话 ，MAC 这两支是一定要收的。然后另外 MAC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颜色叫 Amberine Rose， 我那天去买了，我上脸了，我觉得不如这一支还有 Warm Soul 好看。说到这个腮红的话，我这边有一把很好用的比较平价的腮红刷，是 Real Technique 的这个超级 fluffy 的。胖胖的毛啊，很松软很散，我很喜欢这种。这个腮红刷呢是跟其他我用的比较多的腮红刷比起来吧，因为它这个上面是一个水滴型，然后毛啊什么的比较松散，所以我觉得它刷出来那个腮红的形状啊很自然，就是像一个花一样绽放出来那种。这个形状刷出来还是蛮好看的。我现在给大家刷一下，你要稍微弹一弹，因为我觉得它上色能力真的很强，一下子它那个毛上就沾满了你要的颜色。你看，就是一点点，随便一刷，它就是那个形状，我觉得绽放的很自然，很漂亮，不会一坨那样子。这个刷子我觉得很舒服，也很好用。看我又补了一点 MAC 的 Melba， 是不是很好看，很显白？再是另外一把也是比较平价吧，这把刷子是眼影刷，是 ELF 他们家的一个眼部的 blending brush， 就是晕染刷，但是它刷毛会有一点点参差不齐。刚来的时候它有2根毛就特别长，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长2根，然后我需要把那2根单独给剪一下，就把它剪短成现在它整个是平的。但是它这个刷起来呢，我觉得晕染的很好吧，价格也是比较平价的。对于新手来讲，如果你没有什么化妆刷，然后你又想入一点那个好用一点的 blending brush， 直接就入这一把就够了，不要去买一些可能稍微贵一点的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晕染能力是完全够的。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发现这个 ELF 他们家真的有好几把刷子我都还蛮喜欢的。你看比如说我现在加一点点 sandalwood 这个颜色，然后就感觉是一个多功能几合一的吧，哪怕你当天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形状的刷子，用这一把其实也就 OK 了。它晕染的特别漂亮，而且好整齐，有没有？软硬程度正好。今天眼影用的是这一盘。既然说到眼影刷，我顺便跟大家聊一聊这一盘新出来的 Huda Beauty 吧。这盘我不会放在这个月的最爱，因为我还在各种尝试当中，我没有试几次。我今天眼影呢就是用的这一盘，我大概跟大家聊一下，我目前用下来用过了大概3、4次吧。我觉得这一盘里面的雾面色很好看，晕染力什么的都无敌棒，然后显色程度也是恰好，不会说特别的重，但是完全也不会说不上色啊什么的，就是正好。然后我个人是蛮喜欢下面这一排，除了这个最黑的颜色以外，我没有用过其他的 Suede、Cocoa、Man Eater、Henna、Sandalwood 这几个颜色我都觉得很好看，亮亮的颜色吧。我觉得这几个颜色摸上手就每一个颜色都是哇，上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一盘这几个颜色太棒了，这个质地太好了。但是上眼睛吧，我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它是怎么样能够出到这么重和这么好的质地的一个色。但是这些雾面颜色吧，我觉得质地色泽持久度还有那个美艳的程度这一盘都是在线的。今天视频呢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视频的最后给大家分享的是目前最爱的定妆粉吧 ，Hourglass 他们家的这个 Veil Translucent Setting Powder， 定妆功能超强的。你先让我擦一下这个上面好多手指印哦。这个呢也是 Hourglass 他们家新推出的非常新的一个定妆散粉了。这个散粉我觉得对于油皮来讲
干皮来讲，就不管你什么皮肤都是很 OK， 定妆功能完全在线。用它之前，我的 all time favorite 是 Laura Mercier 的定妆散粉，就夏天的来讲，因为那个就是很定，定完了以后它那个妆感很雾面，但这个呢就是没有说那么的 mattify， 没有说那么的雾面，然后它的粉质比那个还要细，而且摸上去皮肤那么的滑，是不是有滑石粉，就是 talc 在里面？我看了一下成分没有哎，就成分也是很 OK 的。它的颜色就是 translucent 透明色也只有这一个选择。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吧，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它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包装稍微摇一摇，它就出来了很多粉。我比较喜欢用刷子去定它，因为它真的刷在脸上特别的滑。就这个 packaging 我不是很喜欢。如果它是干净的情况下，你会看到它这个出粉的洞洞呢，上面是一个 H， 它粉呢会到处飞，这一点我真的很讨厌。但它里面的内容着实太好了，让我就是算了，这个粉飞就飞吧。我每次都会用完它以后得擦那个霜台。然后我当时看 reviews， 竟然很多人喜欢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包装，然后说它出粉的那个状况很酷，什么你这样一倾斜，它那个 H 上面就出了粉，然后你再用刷子一沾，我觉得它粉明明就飞得到处都是啊。OK， 总之呢，它好的地方就是定妆功能太强了，皮肤又滑又嫩，然后整体感啊，就是匀色效果啊，还有肤况啊，都看上去上升了一个台阶。眼下的细纹呢，还有脸上一些就是毛孔的地方填补的太完美了，放了一个小滤镜在脸上那种，就整个的完整感很棒。我还有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雾面感，像我刚刚讲的，我不太喜欢特别雾面的那种 setting powder， 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喜欢那种比较水灵一点的妆效，比如说脸上能够掐出水，然后很有光泽的那种感觉。这个呢就是它中度的雾面感，然后它不会带走你脸上那种光泽感，我觉得这点是很棒的。上一个月给大家种草的是纪梵希的那个4色的那个散粉，那一支呢会比它更加匀色一点点，因为它那个散粉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的确是脸会看起来更白净一点。用完以后，那定妆功能的话，我有亲测，现在这个季节我又是干皮，左边脸和右边脸，它的定妆功能胜过纪梵希那个无数倍，我挺有信心，油皮的朋友应该也会很喜欢它吧。那以上呢就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迟到的5月最爱，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啊！我已经有放很多这个月我觉得用下来真的很好用的、很值得推荐的产品在里面了，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视频。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呢，还是一样可以在下面给我点一个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以后你想看类似这种什么最爱视频啊什么，你都可以关注 OM 啊，以后有更新的话你就能收到提醒了。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